山雨未落之前，天总是格外安静，蚊在远处翻动，林木无声，空气却隐隐带着一种将要发生什么的气息。人心也是如此，情水将起之前，关系将变之前，命运将倦之前，总有一股看不见的气在暗中流动。古人看见了这股气，于是写下意。意不是预言，也不是神秘，它只是静静地告诉人，天地之间一切都在动。系辞泉穴，刚柔相磨，八卦相，古之以雷霆，运之以风雨。刚与柔互相磨合，阴与阳彼此推动。雷声不是愤怒，风雨也不是情泛，那只是一机在转，万物在生。孔子晚年读易，不是为了知道未来，而是为了在变化之中不失其心。老子穴，反者道之动，盛极则反，动极则正。庄子穴风是天地的吐息，佛家穴曼法因缘而起，不同的语言其实都在学同一件事。天地不曾停歇，人也从未真正静止。当一场雷雨落在山谷，草木俯身，泥土吸水，新的芽正在暗中生成。当人生风雷交加，也会不是委婉，而是一次调整。这一集不谈命运吉凶，只看一件事，刚与柔如何在模式之中生出新的天地。也会在这场风雨里，你未听见自己的声音。午后山中雨后微雾，一壶热茶，云雾飘渺的山林小屋外，一场雷阵雨刚过，水珠在竹叶间滴落。漂朋克坐在石桌旁煮茶，阿川拎着一袋青菜走上阶梯，鞋底还带着泥。阿川嘟囔：这雨来的也太急了，一瞬间雷声震天，雨点像打鼓一样，吓得路边的狗都躲进草丛了。吓你一跳吧，这才是古之以雷霆，天地动念，就是这么回事。我倒觉得像极了我这几天的情绪，心里闷闷的，一下就炸出来，像打雷，然后就哭了。雷霆不一定是怒，有时也是悲。人若久闷不宣，心中那股刚气无处鼓荡，就会乱窜。刚柔若不相磨，就会堵住气口。刚柔不是对立，而是相磨，就像太极里的一开一合。阿川好奇问：师父，什么叫刚柔相磨？我总以为刚就是硬，柔就是软，不是相对，就是对立。漂朋克笑着摇头：那是初学者的眼。刚柔不是敌人，而是伴侣；不是对撞，而是磨合。磨合像夫妻那样的。漂朋克笑：你倒也形容得贴切。天地间哪样东西不是刚柔相磨来的？雷是刚，雨是柔，泉是刚，息是柔。你看这太极一式，开是刚，合是柔。你站桩的时候全身放松柔，但脚下不动如根刚，那就是刚柔同在一体。难怪上次推手我死撑着不退，被你一化，反倒自己倒出去，是我太刚了。你记得那次我用泄力推你吗？我不是一味刚顶，而是让你先进来，我柔中有隐，等你力走紧再刚一股，那才是相磨。不是刚撞刚，也不是柔避柔，是因阳互取其长。那我心里那些突然爆发的怒气，也不是纯粹不好的情绪吧？正是那股雷霆，若没有雨水润，则终究焚烧大地。情绪也是这样，刚刚好，地是放，是转化。太刚太烈，就是伤己。所以一说刚柔相磨，不是为了强弱分胜，而是为了生沉。你终于懂了，
刚柔互磨，才能鼓动万物之气。天地万象皆从这一理来。你身体的呼吸是内在的风雷交感，你生活的波动是因阳一张一弛。八卦相当，人生中的8种互感。雷雨遗址，远山出现。飘朋克从茶席后方的木箱中取出一张略泛黄的手绘八卦图，铺在桌上。阿川，来看这张图，你知道这叫什么？阿川凑近。八卦图是那个乾坤震巽，以前国中课本有学过。是啊，当年你可能只记得名字，现在我教你看里头的动静。八卦不是死的，它们在互荡互感，就像世间万事万物彼此撞击影响，这叫相当。相当像情侣吵架吗？飘朋克笑了。不错，也像推手的劲碰，也像你心情起伏不定时的自我拉扯。八卦象指自然与人世的8种基本气，即天、地、雷、风、水、火、山、泽。这8者不是静静排好队，而是彼此交感互动，让天地生成不息。飘朋克指着图说明：乾为天，坤为地，如你的志向与现实，天想飞高，地却要你踏实，冲突也是生成。震为雷，巽为风，就像你内心急躁时，一句话一个动作就掀起风暴。坎为水，离为火，一冷一热，有时是内心的冷静与激情的角力。艮为山，兑为泽，山是指，泽是月，一边要你停下，一边诱惑你前行，这不就是你现在面对选择时的状态吗？阿川若有所思。所以我情绪一乱，不是因为某个单一原因，而是这些8种气在体内，在心里互撞。正是，一个人的心境起伏，往往不是单点作祟，而是8气互感的结果。就像一碗汤，不是只有盐海，有水、火、器皿、食材，缺一都变味。那师父，八卦怎么应在拳里？飘朋克伸出手掌，在空中缓缓画出8个方向。你记得我教你走圆步的时候说步步8方，那正是八卦的方位。太极拳中每一式的转动、开合、进退，正是八卦之动。你推手御敌，有时用震先声夺人，有时用巽顺势而入，有时用艮止于不动如山，有时用对微笑中藏刀，跃而后发。阿川笑。那我上周在公园被那位练形意的大哥撞了一下，当场一个震卦没稳住，就退了3步。那是你用震忘了有艮，雷动山不动，那才叫动中有止。八卦要互荡，而不是单打一卦。心法转化。我以前总以为修行是追求不动如山，但听师父这么一说，好像互动比坚定更重要。人不是石头，怎会不动？天地尚且阴阳相当，何况是人？重点不是不动，而是知其当而不乱。你看，风起云涌时，草随风动却不折，这才是真正的太极心。那我那些烦恼，是不是也只是八卦在心中荡动的气？正是，懂了八卦相当，你就不会把情绪当成你自己了。你只是天地气机的一部分，升、荡、止、化都是一环。晚霞映照天边，两人静坐，茶香升起，鼓之以雷霆，润之以风雨。人生的转折与前仰，天色将暮，山林间雾气淡去，虫鸣初起。阿川在屋外练筑太极，起手式未完，
忽然停住，看向师傅。阿川略带迟疑：“师傅，我能问个比较私人的问题吗？”飘朋克坐在石椅上望天：“你问吧，这山里除了虫子和我，也没别人听你。”阿川低声：“有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好像坏掉了，常常一点小事就爆炸，好像里面藏着什么压不住的火，但爆完又空，像什么都没留下。”飘朋克轻笑，从怀中摸出葫芦喝一口：“你这是在古之以雷霆了，只是少了后半句润之以风雨。”阿川皱眉：“什么意思？”飘朋克语气平静：“天地运化万物，有刚有柔，有震撼，也有滋润。雷霆是唤醒万物的鼓声，风雨是滋养万物的甘露。雷霆能破冰，惊蛰起势；风雨能渗透，入土生根。”阿川若有所悟：“意思是，人生不能只有爆发，也要有温润。就像我最近很努力改变自己，但总是一下冲得太猛，很快又垮掉。正是爆得快，倒得快，润得久，长得深。你修拳也是，若只求发劲震人，不顾松沉内敛，那气走外形，神必空虚。”太极比喻雷霆与风雨，一开一合。飘朋克起身示范一式开拳：“来，你看这一式开拳是雷，再看这一式合身是雨。”阿川模仿：“所以每一次开拳是发，每一次合是收，是养。”没错，雷霆是开，风雨是合。一呼如鼓动雷霆，一吸如细雨润田。你若只练开，不懂收，那气外泄，根不固；你若只懂收，不敢开，那全无声，尽无形。生活比喻人也需雷霆，需风雨。阿川沉思：“师傅，有时候我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太情绪化，太容易激动，但又觉得忍着好痛苦。”那是因为你只看到了情绪的雷，没看到它背后的雨。一场雷雨不只是声大震耳，还有悄悄渗入地心的甘露。人有情绪是好事，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让它化为滋养，而非摧毁。那我该怎么做？雷来了怎么不被它带着跑？飘朋克将茶倒在地上，茶水慢慢渗入泥土。你得学会化雷为雨，意思是当你爆发时，不是压住它，而是让它自然穿过你，再转化成内在的养分。阿川眼神微亮：“就像我这2天大吼完哭完，反而静了好久，那是一种润吗？”正是润。雷不是敌人，雨也不是逃避，是天地在你体内敲鼓落雨，让你这块地重新松动翻新生机。师父总结：内功之根也是人生之道。阿川，你记住一句话：刚者起势，柔者养功。鼓则动，润则生。这不只是练拳的道理，更是活着的方式。你遇到困难，不是靠撑过去，而是让那困难像雷震你一下，再用风雨好好滋养那块受伤的土，这样心田才会生出新的芽。阿川深吸一口气，望着山林：“我好像明白了，原来我那些痛苦不是坏掉，而是正在下雨。”两人静坐，茶壶还在冒着热气，天边雷声隐隐，一场新的风雨正在山的另一头集结。天地之气，人生之道，从气象回到修身。夜色降临，山林静谧，远处偶有雷声，尚未远去。阿川坐在小木屋前，静静望着云层下的星光。阿川轻声自语：“雷声已远，风也静了，可我心里好像还有什么在动，不是躁动，是一种微微的
暖暖的流动。飘朋客从屋内走出，披着薄衫，手中一盏灯。你感受到的是气，是天地之气，也是你内在开始流动的气。身在天地，气在人心。以前我只知道气是呼吸，今天却觉得气像是一种对天地的回应，就像我在雷雨中生气，在微风中平静，在日落时安静，这些都是气在动吗？你说的不错，气不是单单吸进去的空气，而是你与天地互动的感应。一个人的心气，是他与万象相磨后留下的余韵。那我这一整天的喜怒哀乐，是不是也像八卦在我身上打转？正是，你起床时不想上班是坤，通勤时烦躁是震，看手机新闻怒气升起是离，看到朋友讯息笑出来是对，中午坐下沉静一会儿是艮，傍晚突然灵感一闪是乾。八卦不只是书上的符号，而是你每一天的内在气象图。一日即一事，一夕即一卦。飘朋客转身走向太极庄位，轻轻站定，示范太极起势与收势。太极拳便是将天地八卦走回身体之中。你的一举手是震，一沉肘是艮，一吸气是风，一吐气是雷。你动之以意，守之以静，渐渐内外合一，身心同气，这便是内功。原来我们每天练的这些看似慢，其实是把天地的八卦、刚柔、雷风雨火都练进身体。不只练进身体，也练回你的心。你若知道权重之风雨雷电，便也能知人生之晴雨寒暑。那时候情绪不再只是情绪，困境也不再只是困境，而是天地与你共振的一场修行。天地之理在柴米之间。隔日清晨，阿川打扫院子，师傅在切菜煮粥。那天之后，我开始练拳时不再只求动作正确，而是感受每一个动作与气之间的流转。早上走路像风，下午回气如雷。原来天地真的在我身上。阿川，粥快好了，今天加了山药雨、枸杞润气。师傅，那我得多吃点。昨天雷霆鼓得太猛，今天得润一润。两人笑声回荡在山林中。从前我总想控制情绪，压住波动，现在我学会了观察、感受，让它们自然流过，像雷雨过山。师傅说，刚柔不是敌对，是互补；八卦不是定向，是变化。而我终于懂得，原来太极不只在拳里，也在生活里，不只练身体，也练心气。一动一静，一鼓一润，都是天地教我的功课。